许多人认为糖尿病患者必须远离水果，以免摄入过多糖分。其实，水果中虽然含有天然果糖和葡萄糖，但搭配丰富的膳食纤维、维生素和抗氧化物，其整体效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友好得多。换句话说，只要选对水果，控制好分量，糖尿病患者也可以吃水果，而且还能从中获益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础概念。水果中的糖主要有葡萄糖和果糖两种。葡萄糖就像高速奔跑的列车，直接推高血糖；果糖则需要在肝脏里慢慢加工后才会变成血糖，就像多走了一段转运的路程。更妙的是，水果中丰富的膳食纤维就像血糖上升路上的红绿灯，能够减缓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。学术界常用升糖指数来衡量食物对血糖的影响，升糖指数数值越低，意味着吃下去血糖上升的越慢。在各种水果中，那些升糖指数偏低、水分多、纤维丰富的水果，就像是糖尿病患者的亲密伙伴，它们能让甜蜜也缓一缓，保护血糖不至于失控。在饮食中，除了关注升糖指数，还要注意水果的含糖量和食用时机。一般来说，含糖量低的新鲜水果更安全，比如西瓜、柚子、草莓等都含糖量不高，但千万要记住，即使是低糖水果，吃多了也会让血糖上扬。合理的吃法是把水果当作2餐之间的点心食用，这样既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又不至于在正餐后血糖再次飙高。综上所述，我们不必害怕水果的甜味，把眼光放远一些，多了解水果营养的奥秘，才能让它们真正成为糖尿病饮食中的好伙伴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看看对糖尿病患者最友好的10大水果都有哪些宝藏本领吧。1. 草莓，甜美小红宝。草莓这位甜美的小红精灵，可不仅仅是视觉的享受，它那鲜艳的红衣裳和小巧的心形造型，总能让人一见倾心。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，草莓有2大神技能。一方面，草莓的升糖指数非常低，在60以下，一般在25左右，也就是说，吃下去血糖升高的很温和，不会引发大幅度飙升。另一方面，它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 C， 就像血糖路上的红绿灯和营养加油站。膳食纤维能够延缓果糖和葡萄糖的吸收，让血糖上升更慢。维生素 C 和花青素等抗氧化物质则保护血管，减少高血糖带来的损伤。想象一下，一碗满满的草莓不仅味道诱人，还像给身体装了多重保险，甜味被纤维温柔牵制，还能补充维 C， 堪称糖尿病人的红色安心盾牌。更棒的是，草莓热量很低，每100克只有32千卡，可以放心享用。科学研究还发现，草莓中的天然化合物能够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更好地调节血糖水平。生活中，草莓也常常扮演着小零食、甜点的角色，比如夏日里来一杯草莓冰沙，用草莓和酸奶打成果昔，清凉美味。冬天来点草莓果酱，涂在全麦面包上，既满足了对甜味的渴望，又不会担心血糖剧烈飙升。当然，食用草莓也有小贴士，一定要选鲜嫩的草莓，避免进糖和蜜饯加工过的产品，同时注意控制分量。每天吃上6到8颗，大约1小碗，已经很足够，既能满足对甜的欲望，还能稳稳护住血糖。营养师建议，吃草莓时可以搭配希腊酸奶和坚果一起食用，这样血糖上升更缓，也更稳。总之，下次看到红彤彤的草莓，不妨大胆享受，把甜蜜当作营养补给，让自己和血糖都甜蜜稳定。2. 苹果，心动脆片。提到糖尿病友好的水果，怎么能忘了国民水果苹果呢？这位红白相间的果中贵族，不仅历史悠久，更是营养均衡的代表。苹果的甜味并不是单纯的葡萄糖狂奔，而是富含大量果糖和果胶。苹果中果糖占比很高，这就好比给血糖上了一把刹车，让升糖速度不再狂飙。同时，果胶和纤维就像额外的缓冲带，使得能量释放更平稳。更妙的是，苹果中的果胶还能在肠道里形成凝胶，帮助拖慢糖分吸收，就像甜蜜版的减速带。就这样，
一个苹果让血糖曲线像坐缓缓起伏的小火车，而不是飙车赛道。苹果还有诸多健康锦囊，它每100克热量仅有52大卡，并富含维生素 C、钾元素和多种植物化合物。有研究指出，苹果中的多酚类物质可以改善心血管健康，降低炎症，甚至帮助控制体重。生活中，无论是脆爽的红富士，还是清香的青苹果，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比如早餐吃一个苹果，当做脆片小零食，既满足了口感，又能补充营养。午后一根苹果搭配酸奶，就是简单便捷的血糖稳定剂。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重量约150克，含有4克左右的膳食纤维，这意味着在享受甜脆口感的同时，也获得了饱腹感和血糖缓释的好处。当然，吃苹果时要连皮一起食用，因为果皮和果肉里都含有宝贵的纤维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尽量避免喝果汁或吃加工果酱，否则方便食用的同时，也削弱了纤维护栏，让血糖上升更快。总的来说，甜美的苹果是糖尿病患者餐桌上的贴心甜心友，吃起来安心又满足。3. 猕猴桃，奇异果，果中牛奶。猕猴桃长得毛茸茸，看起来有点外星风范，可它是糖尿病患者的宝藏水果之一。猕猴桃的营养素堪称多面手，它所含的维生素 C 比同量橙子还要高出许多，同时富含维生素 E、钾、镁和膳食纤维。有趣的是，猕猴桃的英文名字就叫 kiwi， 就像新西兰国鸟 kiwi 一样特别。猕猴桃中的果糖和葡萄糖含量适中，升糖指数也相对较低，加上丰富的纤维，可以让血糖上升的比较平缓。而且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重量仅70-80克，热量不到40千卡，可以放心享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猕猴桃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酶，叫做猕猴桃蛋白酶，它可以帮助分解蛋白质，促进消化，同时其含有的肌醇等成分被认为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让身体更好地代谢糖分。在生活中，猕猴桃可以当作早晨的能量补给，想象早餐来一个搭配燕麦的猕猴桃泥巴，酸甜可口，还能提供持久的饱腹感。午后如果想吃点水果，不妨切几个猕猴桃，搭配无糖酸奶，酸味中和奶香，让人胃口大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猕猴桃皮下有薄薄的绒毛，如果不习惯，可以先去皮食用。另外，如果胃肠较弱的人生吃猕猴桃可能会有轻微不适，这时可以把猕猴桃拌酸奶或做成果昔，这样营养也更好吸收。总之，这个小绿球不仅让营养全面升级，也像给糖友加了甜蜜保险，吃了它，血糖起伏也能更加从容。所以不要犹豫，来一个猕猴桃，让血糖稳稳当当。4. 柠檬，黄色的能量罐。柠檬几乎没有什么升糖负担，100克柠檬果肉中糖分不到3克，热量更是低得惊人，被称为水果中的零卡路里。柠檬味道酸酸的，可并不像其他甜水果那样让血糖飙升。相反，柠檬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柠檬酸，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和消化，还能提高身体对铁等矿物质的吸收率。营养学上，柠檬含有可溶性纤维果胶，所以把柠檬当调味料时，也是在往身体里悄悄注入一点纤维和果酸。简单来说，柠檬本身几乎不加料，糖友可以放心享用。其实，柠檬更多时候是作为调味和饮料存在，比如清晨来一杯温水柠檬汁，喝下去就像给身体点燃了一支小火箭，既解渴又提神。晚上喝点柠檬蜂蜜水，不仅酸甜可口，还能帮助消化。寒冷时节可以喝一杯热柠檬姜茶，既温暖身体，又补充维生素 C 和水分，让糖友增强抵抗力。烹饪时，柠檬汁可以用在沙拉和烤鱼上，让食物美味升级的同时不增加糖分。如果直接吃柠檬可能太酸，不妨榨汁或与其他食物混合，但要注意不要加糖。总之，柠檬就像饮食中的万用小帮手，它让味道变得丰富，让营养更易吸收，也不担心血糖突然飙升。糖尿病患者可以大胆使用柠檬，用清新酸爽唤醒味蕾，也为健康加分。5. 火龙果，热带红宝石。火龙果看起来就像外太空的风景，鲜艳的红或白色果肉中点缀着小小的黑子，
简直像果盘中的星空。这位热带水果拥有低糖分和低热量的绝佳组合，每百克火龙果大约只有50多卡热量，碳水含量也相对较低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，因此吃火龙果就像喝果汁，却多了纤维做减速带，让血糖上升更温和。一个中等大小的火龙果大约250克，提供约5克膳食纤维，既能增加饱腹感，也帮助稳定血糖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红肉火龙果中大量的花青素就像天然的盾牌，能够抵抗氧化和炎症，对血管有保护作用，就好比给身体插上了抗糖护航的翅膀。火龙果清甜多汁，适合作为餐后水果或点心。想象一下，用新鲜的火龙果打成冰沙，色彩艳丽又能提供水分，或者切片搭配酸奶，既好看又增加纤维。不过要注意，火龙果中水分很多，切开后要尽快食用，以免变质。尽量选果皮饱满、无损伤的果实，并且不需要添加糖分，就能品尝到它天然的甜蜜。总之，火龙果不仅点亮味蕾，还为糖友带来了一份异国风情的营养补给，吃下去仿佛喝了一杯热带阳光，血糖的升幅也被轻轻压制住了。6. 杨桃，清新的小星星。杨桃的名字一提起来就惹人注目，它就是星星水果，切开后五角星的断面，仿佛把小小的星星放进口中。杨桃清脆多汁，味道酸甜，带一点清香，含糖量非常低，是糖友可以放心享受的水果之一。杨桃富含维生素 C 和柠檬酸，能够促进消化，帮助钙、铁的吸收。虽然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不算特别高，但它的水分充足，热量低，所以吃下几片杨桃对血糖几乎没有负担，就像在血糖的公路上加了一道减速坡道。一个中等大小的杨桃大约100克，含有约2克纤维，吃起来不仅清爽，还能增加饱腹感。可以说，杨桃是另一个让甜蜜慢下来的天然好帮手。在生活中，杨桃可以直接当水果吃，也常被用在饮料和甜品中，比如切片后放入冰水或鸡尾酒里，让饮品清香四溢，或者将它榨汁，酸爽的口感特别提神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杨桃中含有少量天然毒素，对肾功能正常的人不会有问题，但肾功能不全的糖友最好少吃。如果你没有肾脏病的顾虑，那么拿2-3片鲜美的杨桃当下午零食再好不过了。那清脆的质感和清爽的味道，让糖友既解馋又安心。总而言之，这颗小小的星星带来了满满的清新和健康，让血糖升得更慢、更平稳。7. 山楂，鸿雁的消化小帮手。提到山楂，我们就要聊聊它在中医里的美名——健胃消食。山楂味道酸甜可口，小小一颗却作用不凡，特别适合油腻餐后食用。一杯山楂茶或几片新鲜山楂，能够帮助消化油脂，缓解饱胀，就像给胃里装上了小推车，让食物更快消化。对于血糖而言，山楂的升糖指数也不高，纤维和天然酸度协同作用，让血糖上升速度相对平稳。此外，山楂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植物多酚，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，促进血液循环。可以说，山楂既是开胃的小天使，也是守护血糖的贴心小棉袄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山楂常见于糖水、果冻和小吃，比如妈妈们会用山楂片炖冰糖，做成软糯的山楂糕，或者煮一锅山楂茶，酸酸甜甜，让人胃口大开。不过要注意，甜点中的山楂往往加了很多糖，如果糖友要尝试，最好选择无糖的新鲜山楂。吃山楂时不要空腹大量食用，因为山楂偏酸，空腹吃多了可能会胃痛。如果你油腻吃多了，那么餐后一杯山楂茶能有效帮助消化，让血糖保持平稳。总之，这抹亮丽的红色不仅开胃助消化，也为健康增添了一份安心。8. 樱桃，鲜红的小美人。樱桃小巧玲珑，身披鲜亮的红衣，总是给人一种甜美又贵气的感觉。它属于低 GI 水果，每100克大约只有12到20多的升糖指数，也就是说，吃下一把樱桃血糖上升得非常缓慢。樱桃不仅味甜可口，还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的花青素，可以保护血管健康，抵御高血糖带来的伤害。而且，樱桃含有丰富的钾和维生素 C， 它能帮助降低体内钠含量，
有助于控制血压，可谓是小身材大能量。生活中，大家经常把樱桃当作当季的小甜点，记得许多人坐在果园里，一颗接一颗地品尝红宝石般的樱桃，那酸酸甜甜的滋味立刻让人心情愉悦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想吃甜蜜的点心，不妨选择樱桃，比如用无糖酸奶搭配几颗樱桃，既满足了口感，又增加了纤维和营养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樱桃一般不建议搭配加糖的食物一起吃，也不要一次吃太多。就像心理学家说的，如果想要快乐，就慢慢品一把樱桃吧。血糖在它的陪伴下悄悄升高，却不会突然爆表。它带来的不仅是甜味，还有满满的健康能量。9. 番石榴，异国的维 C 炸弹。番石榴在国内也被称为芭乐、苹果番石榴，外形像苹果，却带着独特的热带香味。它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维生素 C 炸弹。一个中等大小的番石榴含有的维生素 C 含量是同等重量橙子的2倍以上，这意味着吃一颗番石榴就能轻松补充每日所需的维生素 C。 同时它还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矿物质。尽管番石榴味道甜美，但其升糖指数并不高，搭配丰富的纤维，吃下去会比较缓慢释放糖分，让血糖得到温和照顾。更妙的是，番石榴中的类黄酮和多酚具有抗氧化作用，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可以说，番石榴不仅当季鲜果美味，还给健康带来了甜蜜守护。生活中，番石榴常常被当作消暑水果，比如榨一杯番石榴汁，或者把新鲜番石榴切块拌入水果沙拉，都非常爽口。海南和东南亚等地尤其盛产番石榴，各种品种口感略有不同，有些偏甜，有些偏酸，但无论哪种，番石榴的果香都能让人心情愉悦。糖友们只要记住，要完整食用果肉和果皮，因为果皮也富含纤维和营养。吃时不用去核，因为番石榴的籽富含纤维。总之，把番石榴当作餐后水果或下午茶点心，既补充维 C 又美味，让甜蜜慢慢融入每一口。10. 橙子，活力的暖阳小果。橙子散发出温暖的色彩，就像天边的太阳一样，让人充满活力。橙子富含维生素 C、叶酸和钾等多种营养素，是公认的提神小帮手。尽管橙子味甜多汁，但它的升糖指数属于中等，每百克大约在40左右，搭配丰富的纤维，吃下去血糖上升依然比较缓慢。相比果汁，吃整只橙子的好处更多，完整的纤维让人更饱腹，能量释放也更稳定。特别是在冬季，一杯鲜榨橙汁加上一整只橙子，就能补充满满的维生素 C， 让寒冷的日子多点活力。在生活中，橙子有很多实用花样，你可以直接剥皮大口吃，也可以切片加入麦片或沙拉里，带来清新的酸甜滋味。还有人喜欢把橙子切碎泡水喝，既解渴又补水。需要提醒的是，一天一个中等大小的橙子就很够了，既满足了口感，又营养满分。总之，橙子就像一颗温暖的太阳，为糖友带来了甜甜的温馨和健康能量。在今天的分享中，我们了解到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食用多种低 GI 高纤维的水果，包括草莓、苹果、猕猴桃等，让甜蜜与健康同行。水果带来的不仅是香甜的味道，更有维生素、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等有益营养，能帮助控制血糖，促进消化和保护心血管。重要的是掌握科学的食用方法，要适量食用，避开高糖加工品，并在2餐之间作为健康小点心，这样既满足了味蕾，又照顾了健康。展望未来，随着营养学研究不断深入，我们对水果与糖尿病关系的认识也会更加清晰。专家们正研究如何将更多水果友好的理念融入日常饮食指导，为糖尿病患者制定更个性化的健康菜单。或许在2030年，我们能通过科技将水果的好处最大化，比如研发出专门针对糖尿病人的水果酸奶和果昔。总之，只要我们用科学的眼光看待水果，把握正确的摄入方式，水果可以成为糖尿病饮食中的朋友，而非敌人。希望大家在享受水果甜美滋味的同时，也能保持对健康饮食的关注，让未来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和希望。